你手上还拿着跟 iPhone SE2 一样的 4.7 寸系列 iPhone 吗？就让邦尼带你一起来看看，你还在观望的 iPhone SE2 究竟是否适合你吧。外观设计上，邦尼已经在短评测影片中带给大家相当完整的机身设计以及历代的差异解说。本集邦尼就花点时间跟大家聊聊上一集说到一半的周边选择。其实每年新 iPhone 推出时，相关周边的品牌就像是开奖，就算外观长得类似，但其实不一定能相容。以今年 iPhone SE2 为例，电源键、音量键位置近乎一致，所以只要镜头周围开孔足够，保护壳就能跟 iPhone 7、iPhone 8相容。所以如果你的前任是7或8的朋友，别急着丢掉啊。至于保护贴部分，就建议大家购买有说明跟 iPhone SE2 实贴后相容的版本，因为今年的 SE2 虽然看上去差异不大，不过实际上萤幕边缘的曲率稍有不同。如果是拿7、8的版本来贴，边缘可能会有白边的状况发生，所以邦尼也在上市第一天的影片就告诉大家，务必再等一下，或是现场测试。而 iPhone SE2 相关周边推荐，这次邦尼也带来 Hoda 针对 iPhone SE2 改版的保护贴进行实测。在保护贴的设计上，配合 SE2 全系列都是黑色面板的设计，正面采用黑框 2.5D 满版版本，贴上后确实可以完整服贴，不会产生白边。而在 Home 键的位置，因为采用的是 0.21mm 的玻璃，手感也稍微好一些。值得一提的是 ，SE2 的版本在调整背胶后，一样可以相容7跟8，不过要再次注意，7跟8不能相容 SE2 哦。保护壳部分 ，Hoda 一样有推出大家熟悉的 Hoda 柔实款军规防摔保护壳，拥有 SGS 军规防摔认证，相容自家 2.5D 满版保护贴。设计上一样是大家熟悉的雾面类肤触感，一样随附了撞色以及原色的可替换按钮，按钮一样相当好按。关于更多 iPhone SE2 的外观设计细节，欢迎点击右上角查看邦尼稍早推出的 iPhone SE 短评测。接着我们就先来看 iPhone SE2 上最大的亮点，搭载目前市场上依旧强势的 A13 Bionic。以各方面来说 ，SE2 在体验上的提升几乎都围绕在 A13 提供的性能以及全新的算法更新。以性能来说，我们先来看跑分，邦尼也提供同样采用 A13 的 iPhone 11 Pro 给大家参考。整体来说，或许受限于小机身的散热性能以及 RAM 规格的差异，在各项跑分测试中，跟哥哥 iPhone 11 Pro 还是稍有落差。但以实际体验来说，邦尼认为其实不用纠结，感知不大。iPhone SE2 依旧是目前在综合体验当中相当顺畅，并且可以满足你各项需求的机种，应付各种游戏。对 A13 来说还是容易。散热上或许因为小机身，机身空间有限，在实际体验中感受到热的速度会比11 Pro 来得快，连续游玩的发热状况也更为明显。但整体来说，性能在 SE 上依旧不用担心。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手机萤幕越来越大，许多游戏的优化也朝向大萤幕进行最佳化。大多的游戏在预设界面之下，对熟悉大萤幕的使用者来说，在 SE2 上可能会视觉落差产生误触，必须多花些时间习惯，或是仰赖界面的细项调整。不过如果正好界面无法自定的话，萤幕尺寸确实可能造成即使有 A13 性能加持，也完全无法展现。当然，如果你是从6、7、8升级的用户，转换上也会相对无痛。续航部分 ，SE2 采用1821毫安时电池，即使拥有 A13 更省电的加持，但在强大的输出之下，两者似乎没有拉开差异。在续航上，即使是日常使用，一天一充还是稍有难度。游戏使用者就更不用说了，出门带个行动电源还是必须。在充电上 ，iPhone SE 支援快充以及气无线充电，搭配18瓦的 PD 充电器，快充状态下大约维持在12瓦左右。在邦尼的0到100%充电测试下 ，iPhone SE2 搭载的1821毫安时电池，30分钟可以充满58%，完整充满则需要耗时1个小时又40分。在时间上几乎跟 iPhone 11 Pro 的1小时43分一致。以电池大小来看，速度上只能说真的不快。而在生物安全辨识上，采用的是实体指纹辨识，解锁上还是稳稳的。同样支援 Apple Pay 感应支付。通讯上可以插入单张实体 SIM 卡，搭配 eSIM 可以达到双卡，并且支援最新的 WiFi 6。
影音娱乐部分 ，iPhone SE 2在荧幕上搭载 4.7 寸16:9不足 Full HD 的 Retina 荧幕，达到326 ppi， 整体来说中规中矩。不过最高625尼特的峰值亮度，在大部分环境中则是相当够用了。关于荧幕大小的选购建议，邦尼在短评测已经有提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前往观看。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SE 2跟 iPhone 11系列一样，已经全面改为 Haptic Touch， 不过在下拉通知选单的使用上却有微小差异。以往在下拉通知当中，可以透过 Haptic Touch 长按回复，不过在 iPhone SE 2上，目前则是不会有任何反应，所以在使用上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适应。而在外放上，邦尼也提供一组跟 iPhone 11 Pro 的差异供大家参考。拍照部分 ，iPhone SE 采用 f1.8 1200万画素广角单镜头，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我们直接来看样张。日拍上 iPhone SE 2的广度稍微比 iPhone 11 Pro 窄了一些，两者相比之下，11 Pro 偏冷 ，SE 2整体成像则是相对偏暖。而在 HDR 效果上，在大部分逆光场景中，可以得到类似于 iPhone 11 Pro 的表现。不过放大来看细节 ，iPhone 11 Pro 的表现还是更好一些。不过还是必须提一下 ，iPhone 11系列拥有超广角镜头，在拍摄建筑高楼时的冲击感还是比较明显。整体来说，在接下来几组日拍样张中，基本可以得到一致结果。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在夜拍，邦尼也将前代的 iPhone 8 Plus 放进来一起看，可以明显看到 iPhone SE 相比起前代的8 Plus， 在高光抑制的表现上，进度幅度还是相当大，甚至有着近似于11 Pro 的表现。不过，我们放大来看细节 ，iPhone SE 在暗部的油画感跟噪点是三者最为显著。在接下来这组样张中，也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而在低光场景中，在一般模式下 ，SE 2确实能够有非常近似于11 Pro 的画面呈现。不过在细节表现上，差距还是存在，尤其11 Pro 在开启夜间模式后的差距还是相当大。整体来说 ，iPhone SE 在 HDR 的高光抑制上进步非常显著。不过在 HDR 之后的暗部牺牲相对明显，在细节保留上则是弱项。最后，邦尼也提供一组 4K 30 FPS 的录影对比供大家参考。整体来说 ，iPhone SE 2还是一款坚持使用体验的机种，在最低15000左右的价格带，提供旗舰级的处理器，拥有无线充电以及 IP67 防水防尘，支援 WiFi 6以及最高 4K 60 FPS 的录影。从各方面来说 ，SE 的出现或许会让接下来在同样价位区间的机种有微妙的变化。最后，帮你也稍微提一下选购建议。这次的 iPhone SE， 实际上苹果还是相当重视使用体验，系统流畅的优先级还是相当高，搭配上价格，不论是当成主力机或是备用机，都还算合理。唯一需要三思的就是拿来孝亲的朋友，萤幕大小是必须关注的重点。如果你正要购买一只 iPhone， 不论是作为主力机，或是想体验 iOS 的生态，那 SE 第二代就是目前推荐入手的 iPhone 最低门槛。不过，如果你只是单纯为了 A13 能够顺畅运行游戏想入手的朋友，帮你认为 iPhone SE 2的确可以提供相当稳定的性能输出。不过，拥有强大性能的 SE 2并不一定是一款适合每个游戏玩家的机种。SE 2搭载的 A13绝对有能力跑满游戏的性能所需，但对于大部分游戏玩家来说，还是受限在萤幕尺寸上。
如果你是使用过往 Plus 系列的机型，或是已经进入刘海时代的 iPhone 使用者 ，SE2 的4.7寸萤幕在2020全萤幕手机已经相当普遍的现在，在视觉上还是稍小。想把 SE2 当成主力机的朋友，邦尼还是建议现场体验。但以续航来说，别忘了带行动电源。而在相机上，如果拍照这件事是你手机重要的一部分，还是推荐不论是喜欢自拍或是透过后置镜头拍照的使用者，直上 iPhone 11系列会是更好的选择。而在容量选择上，拿来当成主力机的朋友，考虑到可以录制 4K 60fps， 加上 A13 可以历经几代的系统更新，再加上未来游戏跟软体的更新不断推进，建议选择 128GB 以上的容量。录影的话，最推荐录制 4K 30fps， 可以在容量跟画面表现上取得最好的平衡。毕竟邦尼说了很多次，回忆是给未来看的， 4K 已经是目前最适合的录制选项。当然，如果你只是当成备用机，那 64GB 在现阶段也就够用了，主力机依旧不建议。整体而言，如果你手上还拿着 iPhone 6、6S、7的朋友， iPhone SE2 确实能够让你有一种在熟悉的体验之下流畅度提升的感受。但如果是因为萤幕大小而观望的朋友，或许再等一下，或是直上11都是不错的选择。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iPhone SE2 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